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？这个问题非常经典，至少可以从生物学和哲学两个角度来思考。今天呢，我就从生物学的角度提供一个较为科学的答案。首先，我们要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它的本质可以看成是新物种的形成，具体来说就是鸡这种物种的形成。这里还需要声明一下，问题中的蛋不一定是鸡生的蛋，但是可以孵化出鸡的蛋。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蛋，大家接着往下看。从基因和基因组层面来说，新物种的形成就是基因或基因组发生变化，而且导致产生了生殖隔离。也就是说，两个群体之间无法产生可育后代，比如马跟驴，它们的后代是骡子，不能生育。明确这个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哪些过程会导致基因或基因组发生变化呢？常见的会导致基因或基因组发生变化的过程有基因突变、基因重组、染色体变异、基因重复与缺失、遗传漂变、水平基因转移、病毒介导的基因转移、转座子移动等。不懂这些没关系啊，你只要知道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能导致遗传物质发生变化，这样的变化有可能导致新物种的形成。这些过程可以按照发生的细胞类型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发生在生殖细胞中，一类是发生在体细胞中。在进化过程中，如果鸡祖先的体细胞发生了基因突变、染色体变异或者水平基因转移等，这种变化达到了形成新物种的临界点，从而导致鸡的祖先跨越临界点，进化成了鸡这种新的物种。也就是说，鸡这种新物种的起点是体细胞，那就是先有鸡后有蛋。如果在进化过程中，鸡祖先的生殖细胞发生了基因突变、基因重组、染色体变异，甚至是水平基因转移等，这种变化达到了形成新物种的临界点，从而导致鸡的祖先所生的蛋可以孵化出鸡这种新物种。也就是说，鸡这种新物种的起点是生殖细胞，那就是先有蛋后有鸡。这两种途径从理论上来说都是可以形成新物种的，但这两种途径是否都会发生呢？其实并不一定。我们先来讨论体细胞遗传物质发生变化的情况。基因突变、染色体变异等导致的体细胞遗传物质的改变，通常不会遗传给后代，只能在同一个体中积累，要积累到产生生殖隔离几乎不可能。而病毒介导的基因转移、水平基因转移等，在真核生物中极为罕见，主要发生在原核生物中，例如细菌。像鸡的祖先这样的真核生物，缺乏原核生物中常见的高效水平基因转移机制，发生水平传递的可能性非常低。而遗传机制是产生新物种的常见方式。基于现有的生物学证据，更可能的情况是先有蛋后有鸡。注意啊，这里的蛋是可以孵化出鸡的蛋，而不是鸡蛋。怎么样？这个答案跟你想的一样吗？另外再补充一下，鸡是从别的物种进化而来的，而不是从无到有产生的。